而巴基斯坦在中东格局里只能算一个小透明人，话语权微乎其微，甚至连隔壁印度阿三都能威胁到自己的安全。但这回巴铁用一次护航，彻底改变了全世界对他的看法，直接从地区小国一跃成为中东格局的操盘手。伊朗最高规格代表团出访巴基斯坦，头顶悬着以色列定点清除的屠刀，脚下踩着重磅谈判的雷区。全世界做梦也想不到，敢接这单生死护航的，竟是咱们嘴里的巴铁，一个被网友调侃穷的叮当响，连军费都要精打细算的国家，一出手就炸懵了全世界。6架枭龙 Block 3贴身贴肉护航 ，ADK-03 预警机高空坐镇当天眼，1278加油机24小时续航不挪窝，这哪是护航？这是把一整套中式空军作战体系直接搬到中东上空，给伊朗专机开了一条铜墙铁壁般的空中生命通道。全网清一色的喊：巴铁够义气，不愧是铁哥们儿。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，义气都是演给外人看，布局才是藏在骨子里的真相。这根本不是一次简单的护航，这是巴铁用一场空中亮剑下的一盘通吃中东、盘活自身的大棋，一举完成卖装备、立国威、稳经济的一箭三雕，把中东格局玩得明明白白。孙子兵法有言：善战者治人而不治于人，善胜敌者胜于无形。真正的高手从不会正面硬刚，而是借势而为，藏巧于拙，看似帮别人解围，实则把所有的好处都揣进自个儿兜里。今天扒一扒这盘大棋的每一个细节，巴铁这波顶级护航到底有多硬核？6架枭龙，1架预警机，1架加油机，真能挡住以色列的 F-35跟暗杀小队吗？明明知道会惹火以色列，得罪美国，甚至可能引火烧身，巴铁为什么非要接这单烫手山芋？一个南亚地区小国，凭什么靠一次护航就摇身一变成为中东格局的操盘手？全程硬核，全是干货。看到最后你不仅能看懂巴铁的精明，更能明白什么叫以小博大的中式顶级谋略。我是白放大人大人，欢迎来到老吉。话不多说，直接上菜。3个问题：第一，伊朗自己有战机，有防空系统，为什么高官出访连自己的战机都不敢派来护航？第二，都知道以色列的定点清除有多狠，从伊朗核科学家到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，说斩就斩，从未失手，为什么偏偏不敢动巴铁护航的伊朗专机？第三，巴铁国内经济困难，外汇储备紧张，连自己的军队都要省吃俭用，为什么要把最先进的枭龙、最核心的预警机、最稀缺的加油机全部压上？这配置比打一场小规模战争还夸张。很多人看不透，觉得巴铁是讲义气够朋友，可在大国博弈的棋局里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巴铁这波操作看似冲动，实则周密到极致，每一步都算到了骨子里。先给你们捋一捋现在的中东局势内叫一个十面埋伏，杀机四伏。美伊剑拔弩张，美国航母堵在波斯湾，动辄就喊着制裁空袭，以色列更是狂轰滥炸，无人机、导弹轮番上阵，把伊朗周边搅得鸡犬不宁。还有各种极端势力、暗杀小队藏在暗处，随时准备动手。在这种局势下，伊朗最高规格代表团出访，无异于羊入虎口。只要专机起飞，就会被全世界的雷达、卫星、战机锁定。以色列的 F-35隐身战机、电子战部队早就虎视眈眈，只要露出一点破绽，就是一场精准的斩首行动。到时候不仅伊朗代表团全军覆没，美伊谈判彻底破裂，整个中东都会陷入战火。可就在所有人都避之不及，巴铁站出来了，而且一出手就是顶配中的顶配，没有一丝含糊，把家底儿都亮出来。接下来咱们就硬核拆解巴铁的3位一体护航有多猛，这就是中式空军体系的威力。很多人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觉得不就是几架战机跟着飞吗？有啥了不起？我告诉你大错特错，这根本不是简单的伴飞，这是人类空军史上最教科书级别的非战争护航行动。每一件装备、每一个编队、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杀机跟智慧，彰显的是中式空军体系的绝对实力。第一，尖刀主刀，6架枭龙 Block 3，贴身带刀侍卫，敢打敢拼，专克隐身战机。很多人疑惑巴铁有 F-16，还有中国的歼10CE，为什么偏偏选枭龙 Block 3来护航？
这就是巴铁的顶级精明，每一步都算得明明白白，既省钱又好用，还能打。第一，骁龙是中巴联合研制的，相当于自家的孩子，皮实耐用，反应速度快，维护成本低，适合长时间高强度伴飞。要知道，护航不是一时半会儿，从伊朗边境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，全程几百公里，需要战机长时间保持高度警戒。骁龙的可靠性比 F-16跟歼十 CE 更适合这种任务。毕竟F-16是美国货，一旦出问题配件都不好找。歼十 CE 虽然先进，但成本有点高，用来护航吧，有点大材小用，不符合巴铁精打细算的原则。第二，骁龙 Block 3的核心装置堪称性价比之王，尤其是它搭载的 KLJ-7A 有源相控阵雷达，更是隐身战机杀手。这款雷达天线正面直径550毫米，集成超过1000个空化架 TR 模块，对战斗机目标的探测距离达170公里，远超印度的苏30 MKI 的 N011M 雷达140公里，甚至跟美军 F-35的 APG-81 雷达相当，具备边跟踪边扫描能力，可同时锁定15个目标，并引导导弹攻击其中4个，能轻松锁定以色列的 F-35隐身战机，让其无处遁形。第三机翼下挂载的霹雳15E远程空空导弹更是杀招中的杀招，射程超远，精度超高，最大射程可达145公里，比美国的 AIM-120导弹还要厉害。只要锁定目标，不管是战斗机、无人机还是巡航导弹，都能直接凌空打爆。去年57空战，印度 R-32的阵风4代半战机就是给干爆4架，完美印证了什么叫不给对手任何反应的机会。更关键的是6架骁龙组成的楔形编队可不是随便摆样子，这种编队是空中护航的黄金编队，6架战机分工明确，4架在前，2架在后，把伊朗专机护在正中央，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保护圈，不管对手从哪个方向偷袭，都能第一时间发现，第一时间拦截。这意思再明白不过，想动伊朗代表团，先从我的骁龙战机上踏过去。这不是挑衅这是实力的底气，是巴铁用中式装备给全世界的警告。第二，指挥中枢 ZDK-03 预警机，空中上帝之眼，掌控全局，让对手无处遁形。如果说骁龙是贴身带刀侍卫，那 ZDK-03 预警机就是这支护航编队的大脑，是最狠、最绝、最致命的杀招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巴铁平时把这款预警机当宝贝儿，轻易不拿出来。这次是为了护航伊朗专机，直接拉出来压阵，足以看出巴铁对这次任务的重视，也足以看出巴铁要亮肌肉的决心。ZDK-03 预警机是中国专门为巴基斯坦量身打造的出口版空中指挥塔，以运9为平台，搭载有源相控阵雷达，相当于把整个战场搬到了天上，实现了战场的完全透明化。它的威力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。第一，探测范围广，预警能力强，它能360度无死角探测，最远距离超过400公里，可同时跟踪上百个目标。不管是以色列的 F-35隐身战机、无人机，还是隐藏在暗处的导弹发射车，只要开机，只要移动，都会被它精准捕捉，没有任何藏身之处。第二，指挥能力强，实现3位一体联动，它能实时把空情信息传递给每一架骁龙战机，实现先敌发现、先敌反应、先敌攻击的压制链，让骁龙战机不用自己探索目标，只要跟着预警机的指令走，就能精准锁定、精准打击，相当于给每一架骁龙战机都装了一双千里眼。第三，反干扰能力强，不怕电子战。以色列最擅长的就是电子战、电子干扰。一旦发动电子战，普通战机的雷达就会失灵，变成瞎子。但 ZDK-03 预警机搭载了先进的电子对抗系统，能有效抵御电子干扰。就算以色列发动电子战，它也能正常工作，确保护航编队的指挥不中断。孙子兵法说：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；不知彼而知己，一胜一负；不知彼不知己，每战必殆。”这预警机就是巴铁知彼的终极武器。有了它护航编队就不是瞎子护航，而是全知全能的空中堡垒。不管对手有什么阴谋诡计，都能提前预判、提前应对，把风险扼杀在摇篮里。第三，后勤血脉伊尔78加油机，24小时不间断，无缝守护，毒死对手所有阴谋。如果说骁龙是尖刀，预警机是大脑，那伊尔78空中加油机就是这支护航编队的后勤血脉，是最容易被忽略，也是最关键的一环。很多人疑惑，巴铁为什么要派加油机？难道骁龙战机的航程不够吗？
其实不是航程不够，而是巴铁考虑的太周密了，对手很可能会故意拖延消耗，等护航编队油尽灯枯，不得不返航的时候再发动偷袭，到时候伊朗专机就会变成孤立无援的活靶子。巴铁直接堵死了这条道，伊尔78空中加油机一出手，就相当于给护航编队装了无限续航 buff， 能为枭龙战机提供空中加油，使其作战半径跟制空时间大幅延长，实现对关键空域的24小时不间断覆盖。不管对手怎么拖延，怎么消耗，护航编队都能全程高压警戒，不落地不换防，直到伊朗全程安全落地。这是个啥概念？枭龙加预警机加加油机等于完整的空中作战体系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护航了，这是把一整支空军直接压在中东上空，形成了一个移动的空中堡垒，不管对手从哪个方向来，都能轻松拦截。同志们，看到这儿你们应该明白了，巴铁这波护航不是头脑一热，而是蓄谋已久，不是意气用事，而是实力碾压。家人们，重点来了，明知风险滔天，巴铁为什么非要接这单烫手山芋？所有人都在问巴基斯坦国内经济困难，外汇紧张，一年的军费才90亿美元，其中55%要用来发工资，30%要用来日常消耗，只有15%能拿来买装备，连自己的军队都要省吃俭用，为什么还要冒死给伊朗护航？不怕激怒以色列，不怕惹火美国，不怕引火烧身，把自己卷入中东战火？答案只有一句话，这不是冒险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。这不是付出，这是一本万利的超级投资。巴铁看似吃力不讨好，实际上下了一盘一箭三雕的绝杀计，每一招都精准命中了要害，既解决自己的困境，又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地位，还盘活了整个中东的棋局。这就是中式谋略的魅力。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拆解巴铁的一箭三雕的绝杀计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小国的生存智慧，什么叫以小博大。第一雕，卖装备。这是全球最硬核的军火广告，比1万场发布会都管用。家人们，你们知道现在中东土豪最想买啥吗？不是美国的贵货，不是俄罗斯的重器，而是能打、能用、能保命、性价比高的实战装备。中东局势混乱，战火不断，不管是沙特、阿联酋这样的土豪国家，还是其他中小国家，都需要靠谱的装备来保护自己。美国的装备虽然先进，但价格贵得离谱，而且还附加各种政治条件，动不动就断供制裁。俄罗斯的装备虽然耐用，但信息化水平不高，不适合现代空战。而中国的装备性价比高，性能可靠，没有附加条件，正好符合中东国家的需求。但问题是，很多中东国家还在观望，还在怀疑中国装备到底能不能打，中式体系到底靠不靠谱。而巴铁这波护航，直接给枭龙 ZDK-03 预警机中式作战体系拍了一部全球直播的实战大片，用实际行动给所有的中东国家吃了一颗定心丸。你想想，枭龙 Block 3贴身护卫，面对以色列的暗杀威胁，稳不稳？稳。ZDK-03 预警机全程掌控几百公里内的目标，一览无余。强不强？强。枭龙加预警机加加油机体系配合天衣无缝，牛不牛？牛。面对以色列的 F-35隐身战机，敢于亮剑，敢于拦截，安全不安全？安全。论语讲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巴铁不用吹，不用喊，不用推销，不用开一场发布会，不用找一个代言人，就一次护航行动，就把中式装备的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海湾国家的王爷们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中式装备靠谱，中式体系能打，巴基斯坦能扛事儿。以后买武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中国，肯定是巴铁。毕竟巴铁是中式装备的代言人。果不其然，就在巴铁完成护航任务后多个中东国家主动联系巴铁，询问枭龙战机 ZDK-03 预警机的相关情况，甚至有国家直接抛出了采购意向。这就是巴铁的精明，用一次护航撬动了整个中东的军火市场，挣得盆满钵满，解决了自己外汇紧张的困境。第二条，立国威。从地区小国变中东操盘手，实现国际地位的逆袭。以前呢，中东出事找谁？找美国，找俄罗斯，找联合国。美国靠霸权压人，俄罗斯靠武力威慑，联合国靠嘴皮子调停。而巴基斯坦在中东格局里只能算一个小透明人，话语权微乎其微，甚至连隔壁印度阿三儿都能威胁到自己的安全。但这回巴铁用一次护航，彻底改变了全世界对他的看法。
直接从地区小国一跃成为中东格局的操盘手。美伊谈判，巴基斯坦主持；伊朗高官出访，巴基斯坦护航；中东安全秩序，巴基斯坦维护。这是什么地位？这是调停人，是守护者，是定盘星。史记说一呼而天下应，一令而诸侯从，此王者也。巴铁用一次护航向全世界宣告：我虽不富，虽不大，但我能镇场子，能保平安，能定乾坤。我虽然是一个小国，但我有实力，有担当，能在中东格局里拥有自己的话语权。更关键是巴基斯坦这次行动既不得罪伊朗，也没有彻底激怒美国跟以色列，它是履行护航义务，是维护地区和平，占据了道义制高点，让美国跟以色列有火它也得压着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巴铁崛起。第三雕稳经济，向全球宣告来巴铁投资绝对安全。家人们，巴基斯坦现在最缺什么？不是武器，不是军队，而是外汇，是投资，是信心，是安全感。由于国内局势不稳定，加上印度的围堵，很多国家都不敢去巴铁投资，觉得巴基斯坦不安全，风险高，导致巴铁的经济一直停滞不前，外汇储备紧张，连外汇都快跟不上。而这次护航行动，巴铁不仅派出了顶级的空中编队，还在伊斯兰堡拉响了红色警戒，派出了1万多名军警全程警戒，甚至连手机都不让带，确保伊朗代表团的绝对安全。这看似是在保护伊朗代表团，实则是在向全世界投资者秀肌肉，向全世界宣告：你担心巴铁不安全，我连伊朗高官都能护得滴水不漏，连以色列的暗杀都能挡住，还有什么是不安全的？你担心巴铁局势混乱，我能主持美伊谈判，能稳定中东大局，能维护地区和平，局势怎么可能乱？你担心投资风险高，我用最强的行动告诉你，来我这儿投资绝对安全，绝对有回报。道德经讲，以其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巴基斯坦不跟人抢地盘，不跟人炫富，不跟人争霸权，只靠安全与秩序吸引全世界的资金、项目合作，这才是最高明的经济破局之道，比靠援助、靠贷款靠谱多了。果然，就在护航行动结束以后，多个国家纷纷表示愿意加大对巴铁的投资，加强与巴铁的经济合作。巴铁的外汇储备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。这就是巴铁的精明，用一次护航解决了自己最棘手的经济困境，实现了安全与经济的双赢。骁龙归巢，天眼收光，加油机续航落幕。这场震惊全球的顶配护航终以完美收官，却在中东大地世界格局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更写下了小国逆袭的传奇篇章。谁能想到，一个被调侃的穷的叮当响的南亚小国，能以中式装备为刃，以东方谋略为魂，在美以霸权的夹缝中走出一条不卑不亢、以小博大的逆袭之路。谁能想到，一场看似简单的护航行动，竟是一盘通盘布局，一箭三雕的顶级博弈，藏着卖装备、立国威、稳经济的深远考量，更向全世界证明，真正的强大从不是靠穷兵黔武的霸权，而是靠谋定而后动的精明。真正的胜利从不是靠你死我活的厮杀，而是靠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。道德经有言：以其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巴基斯坦不争霸，不炫武，不依附，不盲从，以义气为外衣，以布局为核心，借一次护航撬动中东军火市场，登顶中东操盘之位，盘活国内经济困局，活成了大国博弈中最清醒、最精明的存在。我是不爱放大招大招，下期再见。